娱乐圈最近又有新动静了，不知道大家刷到那条热搜么？福布斯亚洲30岁以下精英榜 Forbes 30 Under 30 Asia 刚刚公布，王一博赫然在列。更让人意外的是，在文体娱乐这个赛道里，他是唯一入选的中国男明星。说实话，刚看到消息那会儿，我第一反应也是又是粉丝控评出圈。但耐着性子把评选机制和入围名单扒了一遍，才发现这榜单真不是随便挂个名就能糊弄过去的。这可是从整个亚太地区将近4000名候选人里一层层筛出来的硬指标，中国区今年满打满算也就46个席位，能在这种级别的名单里占个座，靠的绝对不是微博转评赞或者热搜体制，而是实打实的行业分量与长期积累。说句心里话，现在很多娱乐榜单早就被数据算法和粉丝经济裹挟了，但福布斯这种带财经基因的评选，骨子里还是认硬通货的。他不看你今天控评有多整齐，只看你在自己的1亩3分地里到底交出了什么经得起推敲的成绩单。王一博这次能破圈，某种程度上也是给内娱提了个醒，光有热度撑不起长远，还得有能落地的实际。很多人一听到明星上了财经类榜单，下意识就会觉得是不是资本运作，或者纯粹是人气堆出来的泡沫。但福布斯的底层逻辑其实很清晰，他们看重的是你在垂直领域的硬核成果，以及未来的商业延展潜力。官方给王一博的定位是跨界破局者，这5个字分量可不轻。破局意味着你得打破原有的行业惯性，或者在别人设好的框架外，自己趟出一条新路。他手里攥着的几张牌，确实撑得起这个 title。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，评委看重的从来不是他会多少样东西，而是他把每一样都玩到了什么专业水位。现在这时代，跨界早就不是新鲜词了，但大多数人跨界是玩票，他是真刀真枪下场干。这种不满足于被贴标签，非要自己重新定义赛道的劲儿，恰恰是当下娱乐圈最缺的稀缺品。咱们先聊聊大荧幕这块。这几年他的电影作品，从无名里沉默压抑的叶先生，到长空之王里死磕是非数据的雷雨，再到热烈里把街舞跳进骨子里的陈硕，票房和口碑基本都稳住了阵脚。更难得的是，他凭无名拿到了金鸡奖最佳男主角提名，这可是业内极具分量的认可。很多人说演员是靠灵气，但王一博偏偏走的是笨功夫路线。为了待映的新片人鱼，他直接去做了0度海水潜水特训。水下拍戏那种窒息感、失重感，还有对体能和肺活量的极限要求，没点狠劲儿根本扛不下来。业内导演和制片人提起他，评价都很一致，不娇气，肯钻研，镜头感是实打实磨出来的。说实话，看他在片场那些幕后记录，我挺感慨的。现在的年轻演员很多习惯了替身、走位和绿幕抠图，但他偏偏愿意把自己扔进最苦的环境里找状态。演员这行光靠脸和妆造肯定走不远，但愿意把角色嚼碎了咽下去，再一点点吐出来的人，时间自然会给他答案。除了演戏，他在音乐这块也没闲着。可能有人觉得偶像歌手发歌就是走个过场，但王一博的原创单曲直接提名了亚洲流行音乐大奖的年度歌曲。这个提名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他的作品在制作水准、旋律创意和市场接受度上已经具备了亚洲级别的竞争力。他不是在流水线里挑歌，而是真正参与到词曲构思、编曲方向和音乐表达里。舞台上的他，气场和平时私下挺不一样，那种对节奏的掌控力和对音乐的专注，骗不了人。星浩我常听他的现场录音，说实话，不是那种一听就炸的口水歌，而是有种内敛的张力。他好像不太喜欢用高音或者炫技去证明自己，更愿意用氛围、留白和情绪去铺陈。这种克制，在现在的流行乐坛反而成了亮点。用作品说话，永远比用通稿说话有底气，这点他看得挺透。再说个很多人容易忽略的赛道，赛车。印象中，明星玩赛车多半是体验生活，或者拍组帅照发发社交平台赚点流量。但王一博是正儿八经签了 Uno Racing 车队，拿职业车手执照去跑的。去年的上海8小时耐力赛，他直接在职业业余组拿了亚军。今年赛季的车手积分榜，他也稳稳排在第6。耐力赛拼的不是瞬间爆发，是体能、专注力、对车辆的机械感知，还有在极端压力下的决策能力。这跟演戏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妙，你得在高速运转中保持冷静，每一个弯道，每一次换挡，都容不得半点侥幸。每次看他的比赛录像，我都觉得挺震撼的。头盔一戴，谁也不认识，只有数据和卷速是真实的。他把爱好完成职业，还能在职业赛场上拿名次，这背后是多少次摔车、复盘、加练和体能突破。
流量艺人这个标签往往带着点浮躁的偏见，但他用赛车手套和防火服，硬生生把玩票2个字撕碎了。这其实已经是他第5次登上福布斯系列的榜单了。从几年前刚崭露头角，到现在一步步走出国内，站上亚太舞台，他的进阶轨迹特别清晰。他不属于那种靠一部爆款剧就一夜封神，然后迅速被遗忘的类型，而是一步一个脚印，在演员、歌手、赛车手这3个完全不相干的赛道上，跑出了专业级的成绩。评委看中的正是这种不被单一标签定义的野心，以及敢跳出舒适区去死磕的韧性。我挺欣赏他这种反套路的活法。娱乐圈太喜欢造神，也喜欢贴标签，好像你演了偶像剧，就一辈子只能走甜宠路线，你唱跳出身，就永远脱不了流量底色。但他偏不按剧本走，非要自己拿笔改戏，这种不安全感反而成了他不断往前跑的燃料。福布斯这类榜单从来不只是发个奖状就完了，它背后有一套完整的商业逻辑评估。王一博的商业价值早就不是靠粉丝短期氪金堆出来的数据，而是实打实的品牌信任度和跨界赋能能力。品牌方找他，不是因为他今天上了热搜，而是因为他能稳定输出专业形象，能把不同领域的受众连接起来，形成长期的口碑沉淀。从影视到音乐，从赛道到商业合作，他的个人 IP 已经形成了一个自洽的闭环。说句实在话，现在的品牌方越来越精明了，光看转发量没用，他们要看的是转化率、用户粘性和长期陪伴感。王一博这种慢热但持久的路线反而成了稀缺资产。他给行业带来的启示挺直接的，流量会退潮，但专业度和信任感不会。回头看看这份名单，王一博能作为唯一入选的中国男艺人站在文体娱乐类别里，确实不是偶然。5年5登福布斯榜单，听起来像是履历的叠加，但拆开来看，每一步都带着他对自己的较真和对行业的敬畏。他不急着证明自己有多全能，只是默默把每一个身份都做到及格线以上，甚至逼近职业门槛。写到这儿，我突然觉得他的故事其实挺接地气的，没有太多开挂的剧本，就是一遍遍试错，一遍遍重来，在没人看好的地方死磕到底。娱乐圈不缺聪明人，缺的是愿意下笨功夫的轴人。未来的路还长，待应的人鱼，新赛季的赛道，下一张专辑，他手里的牌还在不断翻出新花样。不管榜单怎么换，只要他保持这种不给自己设限的清醒，时间自然会给出最公正的答案。或许真正的精英从来不是被榜单定义的，而是他们用行动悄悄改写了榜单的标准。